但和下面大姐吃的東西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看看下面这一位，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吃完就走，从来不付钱。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想吃多少吃多少，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第二天他再次出现，工作人员嘗試和他交流，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东西都不吃了，拿起麻袋就走。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工作人员趕緊跟了上去，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他還是一言不發，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店主說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看得出來他很窮。店主告訴他，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身上1分錢沒有，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已經持續了6年，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附近店鋪老闆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1年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發現店主搬家了，但還是會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一切都在慢慢變好。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拿着一片白菜葉，節目組想嘗試一下，然後就一位客打進貝拉萬斯。但是下面這位81歲的奶奶就過分了。81歲的奶奶把眼藥膏擠在勺子上，先喝口溫水，然後就把眼藥膏送進了嘴裡，隨後又取出假牙，牙槽裡也要擠上滿滿一條，完事再戴起來。奶奶說這種感覺非常 gay， 她是不是對眼藥膏有什麼誤解啊？看了這種奇葩操作後，節目組好奇地問她，你拿眼藥膏還會做什麼？奶奶說，眼藥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裡都能用啊，比如脖子痠痛了就可以抹上一點，活血化瘀，疏通經脈，而且腳上也可以用，治腳氣一絕，今天塗明天好。不僅如此，眼藥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護手霜，實在是居家旅行必備良藥。她這樣使用眼藥膏已經10年了。節目組問她吃眼藥膏是種什麼體驗，她說入口綿柔，回味甘甜，總結來說就是不好吃。又到飯點了，奶奶把眼藥膏擠在假牙上，她說這樣的話就可以啃得動骨頭，不然連米飯都咬不動。奶奶吃着吃着又開始吃眼藥膏了，她孫子的表情可以說明一切。她說眼藥膏可以幫助她消化，原來她一直都有腸胃消化方面的問題，也吃過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嚴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發奇想嘗了一下眼藥膏，結果感覺非常 gay， 於是就這樣一直吃了起來。家人都很擔心奶奶的身體健康，都勸她不要再吃眼藥膏了，否則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卻說，你們試試嘛，真的管用。最後沒辦法，奶奶被家人帶到醫院做檢查，一番檢查下來，醫生明確說道，眼藥膏不是萬能的，不僅不能幫助她，我們還發現眼藥膏引發了食道炎，所以必須停止吃眼藥膏。聽到這些後，老太太終於決定不會再吃眼藥膏了。要說吃眼藥膏比較奇葩的話，下面這個奶奶表示不服。70歲的奶奶打開一罐可樂，一口氣全部喝掉，然後滿意的打個嗝，這是她最享受的時刻。她說可樂是她的靈丹妙藥，生病的時候
積極接受治療，戒掉可樂就會慢慢康復的。最後，他和節目組拉鈎保證，以後會慢慢戒掉可樂的。那就祝他早日康復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鳅，從一天吃幾根，直到後來的一天一盆，說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保命。只見他抓起一隻，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一隻不過癮，接着又吞了一隻，怕別人跟他搶，就把盆裡泥鳅都裝了起來，邊走邊吃。Q 彈的口感讓他流連忘返，吃飯也要先拿泥鰍開胃。母親很擔心他，特意為他煮了一鍋香辣泥鳅湯，他連看都沒看。他認為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樸素的烹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母親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知道兒子吃泥鳅是為了救命。此話怎講？原来是大叔腸胃不好，為此還做過5次手術，吃過很多藥都沒什麼效果。偶然的一次，在一本古書上看到泥鰍能緩解胃痛，抱着試一試的態度，當場生吃了一隻。只能中午吃。這個大爺愛吃豬飼料，一吃就是一大鍋，已經連續吃了50年，飼料都過期發霉了，他卻吃得津津有味，邊吃還邊笑。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住的地方看起來像一堆垃圾搭起來的，裡面一片狼藉。剛見到記者時，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問他為什麼住在山上。老人什麼都沒說，轉身迅速離開了。記者趕緊跟了上去，但很快人就不見了。記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繼續等待。傍晚，老人再次回到住所，問他問題還是什麼都不說。山上的夜晚異常寒冷，老人躺在石頭床上瑟瑟發抖。在工作人員的長期溝通下，老人終於想起了自己的名字，那這也就好辦了。記者來到山下村莊，想了解更多關於他的信息。村民聽到他的名字都很震驚，說他失蹤了50年，還以為早就死了。通過一番打聽，記者找到了他表哥，隨後帶表哥來到了山上。見到表哥後，他突然跪了下來。表哥邀請他和自己一起生活，他卻直接拒絕了。那他為什麼要堅持住在山上呢？真的是奇怪。記者在一旁搭起了帳篷，決定和老人同吃同住，與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讓他慢慢打開心扉。幾天過去了，老人變得開朗了許多，他終於決定邁出第一步，跟着記者下山生活。接着也說出了自己的故事。原來在他小時候，父母經常吵架，而後就離婚了，他只好和外婆相依為命。不幸的是，外婆不久也去世了，他傷心欲絕，無依无靠的他獨自一人躲到了山上，這一躲就是50年。記者隨後帶他離開了大山，還帶他去做了體檢，身體不是很好，需要在醫院休養一段時間，希望老人可以趕快好起来。富二代每天吃過期发霉的食物，竟然是為了減肥。看到他們之前的照片，我都驚呆了。放了半個月的米飯已經發霉變質成了一坨，這個時候吃呢，味道剛剛好，加點發酸的靈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來了。再來上幾勺發霉的番茄醬，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來點，最後再加上過期的酸奶，使勁攪拌均勻，一份元素周期拌飯就做好了。那味道簡直比下水道還誇張，怎麼說呢？劉墉都吃不下去，兩人卻吃得津津有味，邊吃呢還邊笑，說味道還差點。這還沒完，飯後水果更誇張，外皮發黑腐爛的香蕉成了首選，表皮已經滲出了粘稠的汁液，對他們來說這種成熟度剛剛好，說吃起來像巧克力。吃完香蕉呢還不過癮，接着拿出了發霉的橘子，還說女朋友最愛吃發霉的部分，說着就開始撒狗糧。據說兩人就是翻垃圾桶時認識的，工作人員對他們的食物和馬桶分別採樣檢測，結果他們吃的食物比馬桶還髒，細菌含量是馬桶的幾10倍，他們呢卻毫不在意。但節目組實在看不下去了，給他們準備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飯菜，他們聞了一下卻連連搖頭，鼓起勇氣嘗了嘗，直接跑出去吐了。他們說吃變質的食物主要是為了減肥，因為這樣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從200斤減到了現在的128斤，女朋友也從140斤減到了90斤，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節目組帶他們來醫院，通過內窺鏡檢查後發現，他們都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如果繼續吃的話，很可能會發生癌變，甚至死亡。就算華佗在世也救不了你，用這種方式減肥是不可取的。減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綱目》嘛。
滿了糖，除了睡覺，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飯點了，大爺打開糖罐子，把滿滿一勺白糖加在米飯裡，做了個白糖拌飯。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米飯的。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他夾起一片泡菜，蘸上一點白糖，接着就送進了嘴裡。這還沒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一勺白糖，這個我就接受不了了。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後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點點水，攪拌一下，一飲而盡。就這種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還有400塊糖果，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大爺輕蔑一笑，說開什麼玩笑，我沒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麼吃就怎麼吃，嘿嘿。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糖的？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壞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說起来也是搞笑，大爺雖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卻是他從不吃糖的妻子。大爺每天都會鍛鍊1小時，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嗎？節目組帶他來到醫院，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雖然你暫時沒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壓，還是建議趕快戒掉糖，這樣才能保持健康。最後大爺表示，為了健康自己會盡量少吃糖的。老爺子這種情況算比較好的了，下面這個男人就比較嚴重了。這個男人從出生就喝可樂，33年滴水未進。只見他打開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鐘，瓶子就見了底。吃飯的時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顏色的汽水，這幾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點點米飯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飯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經連續喝了33年，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30多圈。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升的體重。不僅如此，他的牙齒也被汽水腐蝕壞了，還得了關節炎。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藥，一把藥物塞進嘴裡。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福。他為什麼不喝水呢？他卻說聽到這種回答，節目組覺得很搞笑，怎麼可能呢？每個人都可以喝水啊。為了解答疑惑，他決定現場演示，一口礦泉水下肚，緊接着而且他頭上也滲出了汗珠，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說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來他小时候得過一場重病，做完手術後，母親給他準備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麼都吃不下，只能喝一點汽水。從那以後就開始喝汽水了。母親起初對兒子很心疼，於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沒想到最後卻沉迷於汽水，無法自拔了。接下來按照慣例，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首先確定的是他的牙齒都成了蛀牙，需要盡快治療。在經過各項檢查後，醫生說他現在的骨骼年齡已經相當於70多歲的老人了，而且他的關節問題更嚴重，有些關節已經粘在了一起。醫生建議他必須停止喝汽水。至於他為什麼喝水就會肚子疼，心理醫生認為可能是小時候的手術或者當時服用的藥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心理作用。幾天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他家裡已經看不到汽水的蹤跡了。他說自己已經把汽水都扔掉了，現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鮮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趕快恢復健康。如果要論對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這個老爺子表示不服，連續20年喝可樂，身體會發生什麼變化？大爺一口氣就喝完了1.5升的可樂，但他卻說自己喝的並不多，然而轉身又幹完了1瓶可樂。老伴也無法阻止大爺，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樂，工作時也要隨身帶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開可樂，隨時隨地補充能量。到飯點了，自然也少不了可樂，米飯裡倒上半碗可樂，攪拌攪拌，就做成了一份可樂撈飯，先喝湯後吃飯。你別說，我感覺這樣好像還不錯的樣子。那他這樣喝可樂多長時間了？大爺說也沒有很長時間，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內每天6瓶可樂，那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從未喝過可樂，原來他曾經嗜酒如命，長期酗酒給自己造成了嚴重傷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於是用可樂作為替代品。這一喝不要緊，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徹底愛上了這種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無所謂。老伴試圖帶他去看牙醫，大爺卻說你有錢燒的啊，有那錢買可樂不香嗎？可樂在手，精神抖擻，根本不用去醫院。不過最終還是被節目組帶到了医院，首先檢查了他的牙齒，醫生說大部分牙齒都壞掉了，變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進入全面檢查，醫生表示他患有骨質疏鬆症，而且大爺已經70多歲了，如果不想開席的話就要停止喝可樂。大爺輕蔑一笑，聽完醫生的話轉身就走了。他還說看得出來大爺對可樂是真愛啊。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已經嚴重損傷了他的喉嚨，而且他的皮膚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症狀，醫生建議必須盡快停止食用牙膏。那大叔會聽從醫生的建議嗎？只見大叔轉身來到廁所，直接把隨身攜帶的牙膏水倒掉了。同樣對一種食物過度偏愛的還有下面這個男人，他夾了一塊生魚片，在上面放上滿滿1勺芥末，然後整個吃了下去，他竟然沒有絲毫反應，這該不會是假的芥末吧？朋友決定嘗試一下，然後他就一杯可打進杯，拉完
另一個朋友講話了，開玩笑，哪有這麼誇張？我就很能吃芥末，這也沒什麼呀。一杯顆打進杯，拉完屎。說話間，他又吞了好幾勺芥末，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他說他完全感覺不到辣。芥末吃完後，又向老闆要來了一碟芥末。老闆說他是老客戶了，我現在都考慮要把芥末收費了。只見他在海苔上又放了一勺芥末，再放上魚和蔥段，直接塞入口中，那味道非常的得力歇斯。即使工作的時候，他也要拿出芥末舔幾口；喝水那也要在瓶子裡擠入一管芥末，充分攪拌均勻後一飲而盡。喝湯的時候自然也少不了芥末，那小味兒撓一下就上來了。米飯也要來上滿滿一管芥末，再加入一些配菜，就這樣一份綠油油的芥末拌飯就做好了，吃的那叫一個。他该不会是有什麼大病吧？醫生說他的嗅覺功能比普通人低20%，所以他對於辛辣感覺不敏感。那他真的健康嗎？通過驗血以及胃鏡觀察，醫生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潰瘍。醫生建議必須停止大量吃芥末，否則只能準備吃席了。大哥最後表示，為了健康會盡量少吃芥末。然而下面這個男人看了上面兩人後講話了：你們能不能和我一樣吃點正常人吃的東西啊？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白色粉末，接着往菜上來一勺，米飯上加一勺，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周圍人都看呆了，他卻說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又到飯點了，1勺、2勺、3勺，湯裡最少要加3勺味精，米飯也要來2勺，那小味兒滋一下就上來了。他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飯飽喝點水，是的，水裡也要加1勺。話說真的有那麼好吃嗎？同事決定嘗一下。徹底愛上了這種味道。大叔還說味精非常解渴，吃完整個人都精神了，一口氣上5樓不費勁。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也就是200克，每個月就是6000克，一年就是72000克，38年就是2.7噸。這麼說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這相當於30個大叔加起來的重量。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他真的健康嗎？大叔說自己患有一種罕見的疾病，已經有20年了。為了控制病情，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很多發現得這個病的人過不了多久就去世了，而自己卻沒有事。他認為是味精幫助了自己，控制了病情惡化。按照節目流程，他也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醫生說他有嚴重的胃病，由於味精的大量攝入，也導致了糖尿病，所以他必須馬上停止吃味精。大叔最後也明白了，味精帶給他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並不能改善他的病情。他決定以後會慢慢戒掉味精。那最後就祝大叔早日康復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她是吳亦凡最怕見到的女人，因為她最喜歡吃的。你以為米飯是主食，其實牙籤才是它的主食。該說不說，這牙籤能好吃嗎？好吃，特別好吃，比肉都香。他每天都要吃3盒牙籤，一盒牙籤有500根，那麼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籤，這也太誇張了吧！丈夫也試圖阻止她，但她根本不聽。你說没有问题的，有問題我不讓他吃了。大姐無時無刻都在吃，就連床頭櫃上都放滿了她的零食，2盒牙籤，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連扇子都想嘗一嘗。節目組還貼心的給大姐帶來了一些木質碗筷，大姐也不客氣，拿起來直接開照。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說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嘗了一下竹簾，也不喜歡。她說竹子有酸味。目前來說最喜歡的就是楊木做的牙籤。於是節目組又送給她好幾盒楊木牙籤。假如真的對身體沒有任何傷害的話，開心快
快樂最重要。不得不說，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個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塊，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周圍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在丹東，一個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點，然而裡面全是玻璃碴子。洗乾淨後，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來。妻子想勸阻，但是無濟於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嗎？這個嚼一口非常香。節目組檢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點參差不齊外，沒別的毛病。那麼他到底為什麼要吃玻璃？大叔說這個要從20年前說起。20年前他是一個銷售，剛和客戶簽了一個大合同，由於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戶一番羞辱，說他不爺們兒。為了證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從那以後，他就愛上了玻璃的味道。他會在玻璃店找各種邊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來口感也不一樣。挑選完畢，帶着他的美味甜點回家了。回家後會根據口味對他們進行分類。他說醫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勁，口感極佳。而燈泡吃起來就差一點，但也很爽口。那麼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個啤酒杯。按照節目流程，他被帶到了醫院做檢查，還在醫生面前表演吃玻璃。醫生也是大為震驚，但是檢查結果卻顯示他很健康。醫生也覺得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建議不要繼續吃了，以後可能會出現梗阻的情況。最後大叔也表示以後就不吃玻璃了，以後改成吃牙籤。下面這個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後，連說服了，你們都是鐵齒銅牙，我只能吃點軟的了。只見他抓起一隻泥鰍，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以下抱起來就啃，一口下去還會爆漿，不一會兒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兩人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還約好以後要經常出來一起吃。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最後大家還是帶他來醫院檢查，結果在他腸道裡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豬肉絛蟲，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還告誡他為了健康千萬不要繼續生吃了。
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什麼臭她就吃什麼。她嘗試過吃屎，但是不喜歡啊，因為不夠臭。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點。下水道的氣味對她來說，那就是新鮮空氣。和朋友聚餐，朋友想要挑戰一下，夾起一塊鯡魚，剛放進嘴裡就止不住的嘔吐，她卻什麼都感覺不到。不一會兒，自己就幹完了一盤鯡魚。大姐現在最愛吃的卻是鰩魚，因為鰩魚比鯡魚還臭10倍。節目組邀請了幾位鰩魚愛好者來到鰩魚發酵車間，門一打開，一股比下水道還要臭100倍的味道襲來。怎麼給你形容呢？狗聞了都嫌臭，燻得眼睛都睜不開。其他人紛紛敗下陣來，大姐卻直接貼着鰩魚聞了起來，越聞越上頭，好想吃一口。不僅如此，大姐生活中也是處處重口味，做菜要加5勺鹽，半斤辣椒面，這樣吃起來才有滋有味。那她為什麼會這樣？她卻說其實自己聞不到任何氣味，冰箱裡的食物壞沒壞，自己也無法從氣味中分辨，只能嘗了才能確定是否過期。因為聞不到任何氣味，也讓她暴露在危險中，天然氣洩漏自己也毫無察覺，食物燒焦了也不知道。節目組帶她來醫院檢查，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她的嗅覺功能已經完全喪失了，味覺也在退化，這種情況是沒辦法治療的。不過聞不到氣味並不完全是壞事，大姐是養老院護工，平時的工作就是幫老人換尿布之類的，因為聞不到氣味，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把缺陷變成優勢，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要說吃的奇葩，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他抓起一把沙子塞進嘴裡，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周圍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他卻說沙子比糖還要甜，還讓旁邊的大叔嘗一嘗，大叔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又到飯點了，他從袋子裡掏出2把沙子，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那是乾淨又衛生啊，吃完還張嘴讓節目組檢查了一下，是沙子沒錯了。他沒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鮮可口，品類多，量還大，來到工地先試吃一下，這個比昨天的甜。哎呦，這邊又上新品了，白沙還真沒吃過，一口下去，還有海鮮味。他的經驗是紅沙比較甜，白沙比較鹹，不好吃。在此呢，感謝小哥的分享，讓我們知道了白沙不好吃。他說自己5行缺土，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沙子能為自己提供能量，所以每當工作累了，他第一時間不是休息，而是找出隨身攜帶的沙子，舀上1勺直接開灶，只要吃上一口，整個人都精神了。然而他開始吃沙子的原因卻很讓人心痛。原來他小時候家裡很窮，3天都吃不上1頓飯，餓得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來緩解飢餓。這一吃不要緊，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竟然愛上了這種味道。但是大家不要模仿，我替大家嘗了，一點都不甜，比屎還難吃。最後我有個疑問，吃進去的是沙子，那拉出來的是混凝土嗎？没錢的吃沙子，那有錢的吃啥呢？下面這個小哥就很搞笑，他一吃東西就會流淚，並不是辣哭的，就算吃米飯也會止不住的掉眼淚，而且只有左眼會流淚，吃飽以後就不會流淚了。而當他看電影被感動了，就換成右眼流淚了，2隻眼睛分工明確，就很神奇。媽媽說他出生的時候就這樣，只有1隻眼睛流淚，還給節目組看了照片，但照片上明明2個眼睛都在流淚啊。媽媽說是因為他手裡還拿着零食呢，正好湊齊了一對。他說吃不同食物流淚的程度也不一樣，好吃的流淚多，口味一般的只會掉2滴意思一下，所以公司聚餐都會讓他先吃，看淚水大小判斷食物美味程度。妙啊，這種特殊技能對工作也有一些影響。他是一位歌手，在外演出化好妝後就不能吃東西了，調皮的同伴強塞給他一粒爆米花，沒一會兒眼淚就掉下來了。節目組帶他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醫生說很可能是神經末梢問題，接着又對眼睛做了測試，醫生說這種病叫鱷魚的眼淚，是由於唾液神經和淚腺交織在了一起，吃東西流的淚應該是唾液，只是有點惡心而已，並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傷害。最後小哥也說不是什麼大病，我就放心了，以後準備去演戲，會把缺陷变成優勢，哭戲一定會演得很好。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還說口感很像奧利給。咖啡裡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醬，攪拌一下一飲而盡。他說餐廳的辣椒一點都不辣，會隨身帶着一瓶秘制辣椒醬，吃炸醬面要先來上1勺免費辣椒。
了，我是岳飞，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